好，那影片的开始，我们现在感谢今天的赞助商，就是我们的老干爹自选家。好，那这部影片也会抽奖，所以说抽什么，你们好好把影片看完就知道了。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就是这个 iPhone 12 mini 白色这个我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的心得。那首先大家最常问就是它的续航力，基本上我也很担心它的续航力，因为它把机身改得这么小之后，电池实在是超小，所以一开始在测试的时候，我是直接使用了它的深色模式去换取更长的续航。那早上刚用2小时，我的电力就从100直接掉到70。那用了一整天下来，我的荧幕使用时间大概是在5个小时左右，然后电池大概剩下10%，所以基本上你如果真的从100用到0%，大概也就是5个半小时上下吧。所以我觉得它这只手机来讲的话，续航力一天一定是2充，就是可能中午、下午充一次以外，晚上睡觉之前再充一次，或者是你真的很轻度的使用，上班都超级乖，不拿手机出来，上厕所基本上都不会滑手机的那种。不然你只要重度一点使用的话，一定是2充。然后看 YouTube 的影片的话，30分钟耗电量是6%左右。那这边的话，我有实测它使用这个原厂20瓦充电头，充10分钟的话可以充到21%，那充到30分钟的话可以充48%。那这边就要带入了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 Arki 的这个充电头。那它有出黑色和白色的款。那基本上使用 Arki 的充电头去充它的话，10分钟一样是充到21%，但30分钟不知道为什么它比较多充了一点，它充到了51%，所以说其实差不多了，它基本上就是跟原厂的表现差不多。不过你看这个大小，它这个大小就是之前祖传5瓦那个大小，所以说整个来讲轻巧蛮多，就是蛮神奇的，而且它30分钟还比较快。我在猜可能是原厂的比较保护电池吧之类的。然后这只手机啊，你也可以使用这个 MakeSafe 去充，那10分钟是充到了15%，30分钟的话可以充了33%左右。那我本来还想去测试说这个 MakeSafe 是不是最多只有支援到12瓦，结果我上网一看，官网直接就已经承认这一支12 mini 的 MakeSafe 最多的巅峰的瓦数是12瓦，跟你其他 iPhone 12 Pro Max 或12 Pro 的15瓦是不一样，它是稍微再慢一点的。不过这为什么其实我就不太知道，可能是发热或者是什么电池之类的关系。不过我就觉得它可能在台湾官网上，我觉得最好的是标注一下，因为在台湾官网上，它即使是下面的备注我都没有看到这个说明啊，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种被诈欺的感觉，不太好。然后接着就大家很常问的就是这支12 mini 到底有没有触控的问题？那你看，基本上我没有带壳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就顺利的进去，按手电筒也是很容易就可以按到。那我如果使用原厂的这个壳，我要按手电筒的话，你看它也是很好就按到，或者是我要解锁，这样就直接就打开。基本上我是真的没有遇到什么触控的问题啊。那我是在上一部开箱影片，有很多网友在底下要我去测试之后，我才发现，好像真的有很多人遇到。不过就我这支而言，我从它一开始刚拿到了 iOS 14.1到现在的 iOS 14.2，我都是没有遇到任何的触控问题。那我使用的是原厂的壳，然后正面是没有贴任何的保护贴。那我是看了那个乱买队长影片，发现他有遇到之后，我才觉得真的好像有遇到，蛮神奇的。好可惜我没有遇到，不然我就可以拍一部影片再把它干爆。好，那接着就进入大家蛮想知道，就是这一只手机跟这一只手机12 Pro Max， 这个看这个镜头的差别，到底拍照起来有没有差？那我们这边就来进入我们的拍照比较。那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张是一个超广角的比较，是日拍部分。我诚实的跟你们讲，左边右边我选不出来，我可能会选择是左边的，因为我觉得左边的地板刚好有2道光线，我觉得蛮好看，并不是因为左边的照片拍得特别的突出。那这边的话，左边是 iPhone 12 Pro Max， 右边的话是12 mini，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差异真的非常的小。然后接着是这个广角镜头拍出来的，那这张的话，我想来看一下它的细节表现怎样。大家在看这2张照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像在玩大家来找茬，或者是在玩寻找威力？就是根本就看不出差别。那如果硬要我选的话，这张的话，可能我会选左边的吧，因为我觉得左边的好像细节来讲锐利度更高，然后层次更加鲜明一点。那这边来讲的话，左边的话是12 mini， 右边的话12 Pro Max， 我其实都不太懂为什么。那这2张照片我后来去看，它都是没有启动 Deep Fusion， 所以我其实也不太懂为什么。不过这张的话，我选择盲测下来的结果，我是比较喜欢 mini 的啦。好，然后接着就是夜拍部分。那这边的话，逻辑上来讲，12 Pro Max 的感光元件比较大，应该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我跟你讲，我直接放弃，这2张我看起来完全一样，根本就看不出差别。那这边的话，如果你看出哪一张自己比较喜欢的话，你可以选。那这边的话，左边的话是12 Pro Max， 右边的话
话是 mini， 就我也不懂。那稍微放大给大家看一下，放大的话其实我也是看不出个差别来，所以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好，然后接着是夜景的长焦，那这边的话我基本上是选左边的，因为我会觉得右边的会有点油画感更重，然后看这个微风的字样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左边的表现比较好。不过说真的，就刚刚我讲了好几次的那一句，就是没有差到太多啦，所以我现在决定直接放弃盲测，我们直接进入我们重点，就是食物单元。那这边的话是一个墨鱼拉面，是 Nagi 这样念吧，应该是吧 ？Nagi 拉面蛮好吃的，那也是我很喜欢的店。这次的话，我并不是选择他们的原味拉面，我最常吃的就是原味的那个豚王吧。那我现在这碗点的是黑王，也就是他们墨鱼酱汁的部分。那我觉得吃起来的话会有一点海鲜的味道。那整体来讲的话，我本来是想说要不要把我的手机壳丢进去酿一下，但后来决定算了，我好好的把这碗拉面吃完，反正盲测我也看不出来。那这两张照片来讲的话，左边的话是12 Pro Max， 那右边的话是 Mini， 就是几乎一样吧，应该这样讲。好，然后这一张是我在一家火锅店叫做有汁和牛，是一间和牛吃到饱的火锅店。那这也是我是老爸有去拍过一家店，也是我近期蛮爱的一家店。那通常我是不会点他的和牛吃到饱的套餐，那我会点他588的套餐，再单点一盘和牛。所以说基本上这和牛我觉得蛮不错的。那这边来讲的话，左边的话是12 Pro Max， 右边的话是 Mini， 我也是看不出差别，放弃直接把和牛吃掉。那这间店还有一个东西很有趣，就是他们的冰沙。那这边我想再干掉一下12 Pro Max 最短对焦距离太长这件事情。你看左边这张，它基本上我点的对焦位置是冰沙的上缘，就是顶端的部分，并不是杯缘的地方。那它基本上都对到杯子上，因为它的最短对焦距离太长了，所以说没有办法。不过这冰沙真的很好喝，而且它是 Hershey's 的，我觉得很少看到这种冰沙，那喝起来超爽。我觉得某部分比和牛还爽。那这个口味是摩卡巧克力，它还有一个叫做牛奶巧克力，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喝喝看，我觉得很不错。好，那总结一下这个拍照体验的部分，我觉得基本上这两只手机可能非常极限的场景之下放大来看会有差啦，要不然我觉得目前感觉起来体感上，你如果真的把它全部都折起来让我测，我是测不太出差别的。再来就是我想来分享一下这个 iPhone 12 mini 的一些体验。那很多人会怕说这个萤幕这么小，在看影片的时候会不会有观影体验不好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其实还好，特别是我很喜欢一手拿手机的人，一下就适应。不过这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它的键盘真的变得很小，你两只手在打字的时候会需要适应一下，会有点抢手的感觉。我会觉得这只手机是专门设计给一只手打字，一只手打超快，你两只手打字的时候反而会觉得 KK， 你就会换一只手打还更快。那相较这点之下 ，Pro Max 感觉就是为了两只手在打字而设计的手机，而且 iOS 对于单手模式的优化又支援的没有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蛮可惜的一点啦。不过 Mini 真的是很不错，那基本上这款手机真的是超爽，单手爽到爆炸，整个萤幕你基本上都按得到，那不会有什么地方是你按不到，需要系统去帮你的。所以说什么系统手势啊，什么三小的都不用担心，反正都按得到。然后我想提一点，就是他们这次这个萤幕啊，不知道为什么刚出厂的那个没有贴保护贴的时候，我觉得它比较粘指纹，而且比较没有这么滑，很容易粘黏指纹，所以我蛮建议你可以直接去贴一张保护贴。那讲完这句，你是不是觉得我要业配？我告诉你没有，但是真的是蛮推荐你去贴一个保护贴啦，因为很滑起来没有这么的滑手，有点可惜。然后最大亮度的部分来讲的话，它萤幕的最大亮度还在可以接受范围内，并不会说让你有觉得很暗的感觉。那除非你真的很长时间需要在大太阳底下使用，要不然我觉得是还蛮够用的。好啦，那最后来讲一下配件的部分，就是首先这个壳，这个壳是苹果原厂出的这个矽胶的壳，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白色配这个壳很舒服，整体来讲还不错。透明壳中有一圈那个白色的那个 Make Safe 的符号，我觉得那个很讨厌，所以我最后还是选这个原本的这白。那我觉得还蛮不错。那这壳唯一讨厌的地方就是它在这个边角的地方，因为它是矽胶嘛，它摩擦力有点大，所以你在放到口袋的时候会有点摩擦的感觉，有点讨厌。然后接着分享一下我搭配整组 Apple 产品用下来的心得，像 iPhone 啊、AirPods Pro 啊、iPad Pro， 然后再搭 Make Safe， 其实用起来真的是蛮爽的，有一种 Apple 的爽感，我不知道怎么讲，你用过你可能就会知道。不过我要来抱怨一些小地方，像这个 AirPods Pro， 虽然说我在开箱的时候我觉得它做得很不错，抗噪非常好，
但有一点真的是，虽然说没有到很严重，也不是说没有到很严重，就有点烦啊，就是它这个壳啊有点太松了，它吸的那个力道不够强，所以我放在包包里，我有好几次，大概2到3次吧，它就自己打开了，然后就连到手机，然后就这样连了一整晚，然后我隔天要用的时候它就没有电了，就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包包放过这么多耳机，就只有它会这样，就是它会自己打开，然后就把电耗光这样子。再来就是这个 MagSafe， 这 MagSafe 我还是觉得它很鸡肋啊，它就是退化的充电板，那只会吸这样子。那我觉得它最让我不爽的地方是，它没办法充苹果的手表，你看没有反应，这真的是太绝望了，怎么会没有反应？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我觉得至少要让人可以充苹果的手表啦。那至于这个磁吸上去这件事情，大家觉得是好是坏，可以底下留言分享。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退化的无线充电板。好，然后最后来分享一个很好笑的，就是这个 Galaxy Watch。三星的这款手表其实我蛮喜欢的，但是它在前一阵子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Android 的系统更新或者是 LINE 的更新的关系，它读不到 LINE 的通知讯息的内容，所以反正就残废了一半这样子。但是这款手表很妙的是，为什么要这边分享呢？因为它可以连 iPhone， 我直接把它连着 iPhone 之后，发现我靠，通知是都可以正常看得到，并不会有通知讯息看不到的部分。不过基本上它连 iPhone 的时候是没办法回复讯息，没办法接电话。不过你只是想要快速浏览你的通知的话，这只手表是完全做得到的。所以现在正式告诉大家说 ，Samsung 的 Galaxy Watch 是可以连 iPhone， 因为之前有人在问，那真的蛮好笑。iPhone 的话 ，LINE 是看得到通知，所以蛮有趣啦，跟你们分享。好啦，这大概就是我整部的心得和相机的评测啦。那我也觉得它跟12 Pro Max 的拍照，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差到太多啦。我个人会觉得是 Pro Max 还没有准备好那种感觉。那 Mini 的话是一部真的很厉害的手机，你想想看，它把12硬体全部都塞在这里面，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严格。它唯一严格就是它的电量，但是你可以说这种单手握持感这么好的手机，真的很难得。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必须给予非常大的鼓励，特别是在2020年这种所有手机厂商都把小手机取消，都开始往超大手机迈进的这个状况下，这些手机真的是一个很难得，而且是不好制作的手机。除非你的电量需求很大，要不然我觉得这只手机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单手使用手机的爱好者啊。好啦，那最后的片尾就再次感谢智选家赞助这部影片的播出。那如果想要这充电头的话，可以赶快来参加抽奖。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点一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影片。那我们有开启会员制度啦，也可以去参加我们的会员机制，让我可以开箱更多的手机。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